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那最近有媒体说呢，俄罗斯研制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苏57有一项能力超越了美国的 F-22，或者是中国的歼20战斗机。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据美国媒体军事观察网站报道，苏57将集成一些第6代战斗机，也就是我们说的第5代战斗机的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激光武器和推理强大的土星30发动机。目前所有这些技术都在进行测试，该机的推力矢量发动机也在研制。同时呢，它的内部武器舱也可能进行改进，把它改得更大，再加上它将会装备激光防御系统。那么这些特点确实是引人注目，但是激光防御系统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呢，是几个小的光学罩。那么带着光学罩里面的这种激光武器系统啊，可以说它不是激光武器，而是干扰装置，用激光照射来袭的导弹让它致盲。那么推力矢量发动机，俄罗斯过去已经研制成功过几款，那么用它来改进苏57呢，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将要装的几款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把弹仓做了修改，那么就有可能配装几种具备高超音速飞行能力的导弹，比如说计划在2025年以前这个配装的哈47M2匕首式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我们知道匕首这种导弹呢，已经装在了米格31的机腹下面，并且进行了试射，它的飞行速度很高。这是一个成熟的技术，关键是它能不能装在苏57的弹仓里面，这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如果你不能装在弹仓里，挂在翼下，那么隐身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苏57有一个特点，它的主弹仓是串列式的，而不是并列的。这个点呢，和中国的歼20、美国的 F-35都不一样。那么串列式的弹仓，如果把它打通，那么就有可能去塞进去一个尺寸相对比较大的导弹无论是空导弹还是空气导弹都能够做到。那么苏57计划配备的另外一种高超音速武器，那就比较惊人了，号称呢是一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空导弹，它的代号叫 R37M。R37呢是个老型号，但是加了个 M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空导弹。那么这款空导弹据说最大射程超过300公里，甚至呢可以达到4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而它的飞行速度相当惊人，能够超过音速的6倍。这样的空导弹起码西方国家是没有的，在俄罗斯过去也是闻所未闻。那么 R37M 它为什么能够打得那么远？它基本的设计思路跟传说中的中国的霹雳21差不太多，它是采用高抛弹道这个方式，导弹发射出去之后急剧的向上爬升，爬到大气密度比较低的超高空，然后再俯冲攻击。那么这有2个好处，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轨迹，它的射程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基本上能够将空导弹的射程由100-200公里提升到300-400公里。同时呢，在俯冲攻击的过程中，受地球引力的影响，它的向下加速度非常快，因此达到超音速6倍，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一般的空导弹如果是水平发射、水平攻击目标，要想超过音速6倍，非常难做到。但是如果你是俯冲攻击，那么这个能力就可以凸显出来了。射程300-400公里的空导弹，据说呢能够对美国的 F-22战斗机构成极大的威胁。那么这个
应该是存疑的。首先，在450公里到500公里外，你能否发现隐身飞机？发现了以后，你再发射这种超远程的空空导弹，才有可能命中目标。那么这个从目前的苏57的机载雷达的性能来看，那是很难做到的。你就是在500公里外发现普通的战斗机都很难，因此对付隐身战机要想在这么远的距离内探测到它，基本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不等于这样的一种远射程的空空导弹不能对付美军的目标。那么对付什么呢？空中加油机、预警机，这些个头大、机动性比较差的飞行器。因此它们用于对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空空导弹对付敌方的空中加油机、电子干扰机以及预警机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武器。那么拥有了这样的武器系统，应该说对改变未来战场的格局意义重大。只要敲掉了对方的预警机、空中加油机，那么空中整个编队的作战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了，甚至很多飞机都飞不回去了。那么击落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有可能连带的让对手损失一批飞机。那这样的一个作战理念呢，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因此，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在积极的开发同类型的超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美国在这方面应该说目前已经落后了，他比较着急，也想大量投资开发类似的武器系统，但什么时候搞出来不知道。起码中国和俄罗斯已经看到了原型，在不远的将来呢，就有可能配备此类的武器。在大国空中博弈的过程中，先进的武器系统以及先进的设计概念，有可能决定未来空中作战的走向。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